今天呢，就是我们过来田里收那个黄豆，黄豆已经熟了。这一片是我们家的，都是黄豆。这黄豆，这黄豆呢，其实我们的黄豆都不打药的，也不施什么肥，就是种在那个玉米下，所以长得也不是很好。这个田里面全是黄豆，把它收回去，到时候可以做豆浆，还可以做那个豆腐，还可以做豆芽。我们这个黄豆呢，它产量很少，我们就自己家拿来做豆腐啊，打豆浆啊，发豆芽啊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有太多也没有太多，就这一个田里面的，而且也不是很好，因为它没有施肥啊，没有打农药啊，是的。自然生长。OK， 可能还重啊。这黄豆呢是刚搞下去，到时候我们打出来就可以做豆浆了。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喜欢做豆浆的，自己在家做豆浆的？温头，这里的这可能把这个豆里面。来，我们发辣椒，给它泡。啊，没讲啥。没，还白，什么？大白，哎呀，跑都跑。这个你来做，这能这个了，这个，中呀，这个，好。大妹，没去做吗？哦。đẹp cho nó trên nọ nó lại trên我洗了起来，洗起来太好，背着回去，然后因为挑刚才他们挑了一挑，现在没有那个扁担了，所以只能背，背豆回家，回家之后再打出来，就是黄豆。这路的是卡得很不好走，已经搞了3捆，我弟媳挑了一挑，我背了一挑，然后还剩下不知道几捆，继续去。这路现在的路都不好走，以前的路都光溜溜的，现在都是杂草丛生。说实话，感觉这种农民太辛苦了。就像我爸一样，他白天要去外面给人打工，然后晚上回来还要养牛，得早上养，喂好牛，喂好猪、鸡、鸭、鹅，喂好了之后现在去干活，干活回来晚上还要喂这些，还要种田，还种些黄豆啊，真的太辛苦了。但是父母辛苦，其实也都是为了孩子更好，我们做孩子的应该更加努力，把日子过得更好嘛，不要让他们失望。这些鹅
就是我们养的，我养的10只，我爸他们有5、6只，就超过10多只，这是放养的鹅。喂的话，到时就是搞点稻子啊或者玉米放在里面，这些你长大了，你看这边是我的，我养的，然后这边呢是我爸他们养的，他们都是成群的，各拐各的，感觉就团伙一样。刚才呢是背，然后去你这家借到了那个迭带，现在就是挑起来的话，一次挑2筐，就快一点。挑这些啊都是有技巧的，而且那肩膀会很酸痛，像我们挑习惯了就还好。最后背了一筐的那个，里面有小西红柿，还有南瓜，就是那小南瓜嘛。现在就回家了。天也快黑了。我们这边的稻子啊，它是稻田，所以里面下面养鱼，上面是稻子。这种稻子呢，它不会打药太多，因为你打药多了，它那个鱼就会死掉，所以打的很少，或者不打。它的稻子就是产量低，但是比较生态环保。我呢也有卖一下我们家的新米嘛，我们家的新米在那个橱窗里面，就是价格有点贵啊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山上，都是山上，就这一挑回去的，全是靠人力去打，人力去收，人力去摘，它的产量呢也不是很高，加上花费的工时很多，所以价格相对那些有些地方呢要贵一点，加上我们这边运费呢也相对高，但是我们的米好吃，还有一个就是生态环保，因为你种在那个我们的价格比不上别人说是什么9块9、10斤，20几块9、10斤，我们做不到，因为我们的成本太高了。我们都在山上梯田里面是很费力的，真的。虽然卖的这个价，但是其实农民也没有赚的，也很辛苦，因为一个人种不了多少。